今天一整天网上都在吵，是吧？关于这个美国人运来的药，或者叫瑞德西韦在中国开展的3期临床据说一共运来2800多盒，海关报价的时候，价值大概值5万多美元，那么一盒差不多也就不到20美元。然后呢？然后围绕它出现了很多争议，对吧？据说已经有人在网上看到它的报价了，内地的报价直接翻了500倍，100毫克要好几万。其实炒这个东西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今天看到的喧嚣了一天的，基本上就是个段子。理论上来说，它还不是药，它现在只是在实验室有一个报价有人说查到官网上，大概1毫克是729美元，那么100毫克包装的，它的价格是3950美元。那么一个人用量可能要1100毫升，那么差不多算下来接近40万人民币。这个价格也不是最终的市场价格，无论它是不是有效，它现在正在临床试验。我们看到第一例小白鼠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患者，那么到了中国以后呢，中国也开始临床试验了，据说有效率是90%多。现在把它称为一种神药，它也是要经过一定的生产周期的。我们现在看到最多的是关于这个药的争议。第一个，1月21号，在武汉封城前2天，武汉病毒所就注册了这个药在中国市场上针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，或者叫武肺，是吧？针对它的新药使用专利。但你别忘了，这个药是美国人研制的，每一个大的医药公司，它投入巨额的科研资金，它一定事先注册了基础专利和一系列的拓展性的专利。它其实注册的专利使用范围包含了所有的冠状病毒。那么你在中国针对一个新型冠状病毒，在中国范围内注册它的专利，其实意义并不大。任何一种药后期跟进的很难撬动别人的专利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无耻，是吧？武汉还没有封城，美国患者还没有尝试这种药，中国的武汉病毒所就已经注册了它在中国的使用专利。这说明什么呢？除了他们发表的医学论文，他们还抢注了专利，说明武汉病毒所对这个病毒非常了解。今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段子手在开心认为从一个侧面显示出2点：第一，武汉病毒所早就知道这是解药；第二，美国人运进来的这批药，它的报价很低，
而中国内地预售的商品价格是它的500倍。但最终这一切就如同儿戏一样。我们知道每一种药在临床之后，它要看它的副作用。其实包括我们知道的瑞德西韦也是有副作用的，它有生殖毒性，也就意味着它对孕期是不合适的。那么病患中如果有孕妇，肯定不能用，或者要慎用。它是不是能够针对武汉肺炎有100%的疗效呢？现在还看不到，它的副作用到底有多少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。如同伟哥一样，研制它的厂家本来是让它治心脏病的。瑞德西韦本来的用途也是针对埃博拉的。这一系列谜团，最终的指向非常令人困惑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